起来，吃不吃，饿死拉倒，咱这活着，咱永远不出人咱。太子朱标跳河自尽，马皇后绝食7天。向来杀伐果断的朱元璋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绷不住了。自从胡惟庸案全面爆发之后，朱元璋就打算借着这个由头好好整顿一下淮西勋贵。怎料他最疼爱的2位至亲却都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逼他收手。看着媳妇那副虚弱不堪的模样，朱元璋心疼到了极点。于是为了留住这唯一的挚爱，没了办法的老朱只能妥协。他亲口答应马皇后会下旨放李善长回乡养老，只希望媳妇能赶紧多吃点东西，不要再继续用绝食的方式伤害身子。没想到听完这番话的马皇后却半点都不领情，她想要的根本就不止放过李善长这一件事。马皇后还希望朱元璋能颁布一道罪己诏。胡惟庸案之所以会闹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他这位做皇帝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若不是他之前的刻意纵容和钓鱼执法，事情根本不会发展到如今。马皇后想要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遏制住朱元璋这股越来越盛的杀心，可殊不知老朱对此早就准备好了万全的应对之策。自从上次因为驸马欧阳伦的事情被媳妇当面教育一顿之后，朱元璋就特意多留了一个心眼。这次来见马皇后之前，他特意让李靖准备了一份所谓的罪己诏。随即朱元璋也不再和马皇后多费口舌，直接就让站在一旁的李靖把这份罪己诏的内容当众念了出来。朕开元以来，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海内万物昌盛，海外万国来朝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边疆太平，仓储丰盛。正逢盛世升平时，却有奸党滋生，朕动若观火，毅然除奸。马皇后听后整个人都直接僵住了，这哪里是什么检讨过错的罪己诏，分明全是在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。眼看媳妇丝毫不给自己留面子，朱元璋赶忙挥退众人。妹子，咱朱重八这辈子最恨别人逼咱，也最恨你干政。我明白，你呀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出主意，又恨我给你出主意。若是我的主意比你的高明，你心里就更恨。听着媳妇那不留情面的话语，朱元璋被气得火冒三丈，随即他便气愤地站起身，准备转身离去。然而还没等他走到大殿门口，朱元璋又猛地停下了脚步。马皇后陪着他从乞丐一路走到如今的95之尊，这么多年一路上风风雨雨相互扶持，对于这位相伴一生的挚爱，朱元璋实在是狠不下心。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端起2盘糕点，苦苦哀求：妹子，吃点东西吧啊，咱去。可此时的马皇后根本不愿再费口舌，她直接就转过头去，用后背对着朱元璋，这下差点把老朱气得原地升天。起来，吃不吃，饿死拉倒，咱这活着，咱永远不出人咱。朱元璋说完便气冲冲地走了。然而还没过2秒半，他便再次折返了回来。你想把自己饿死是不是？饿死好啊，你死了咱不心疼，咱会乐呵呵的给你下葬。中式思维在朱元璋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，对待越亲近的人说话就越是难听，越是拉不下脸来服软。而这次朱元璋不出意外的又一次转身走了回来。你死吧啊，死吧，你死去吧，你死了好，你死了以后，咱马上再立皇后，咱想立几个就立几个，咱一气立4个。朱元璋惯用的激将法对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半点用处。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，2人谁也不愿先低头服软。这次离开后，朱元璋再也没有折返回来。马皇后神情落寞地躺在床上，她心里十分清楚，以朱元璋多疑的性格，到了晚年一定会再次大开杀戒。自己如果不趁现在有限的时间替他收敛锋芒，大明王朝日后很有可能会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事后朱元璋也信守承诺，饶恕了李善长知情不报的所有罪行，将他的爵位从公爵降为侯爵，留在京城之内静养。拿到圣旨后的李善长开心的像个孩子，本以为自己这次绝对难逃一死，没想到却意外捡回了一条小命。虽然被削掉了大半爵位俸禄，但往后还能跟小娇妻继续研究奉行。而胡惟庸案的发生也让朱元璋意识到丞相这个位置的巨大弊端。为了防止日后再有人独揽大权，直接威胁到皇权，朱元璋当即下定决心裁撤中书省，把原本集中的权力分发到6部各院，所有关乎国本的重大决策全部由皇帝本人来直接管理。此旨咱还要写入皇明祖训，敕令后继子孙永远遵行。遵旨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仍旧有个别耿直的大臣极力反对这项政令。裁撤掉传承1000年的丞相制度之后，皇帝的所有决策将再也没有中间缓冲。户部尚书吕昶直接就跪在了奉天殿上，以死相逼。找死的！禀皇上，臣不想找死，臣只想觐见。